前我们看科幻电影，总觉得人形机器人伴侣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只存在于荧幕和实验室里。谁能想到2026年的今天，这种顶配黑科技居然彻底下凡，普通人也能轻松预定。今年6月，国内机器人圈直接炸锅，优必选旗下消费级品牌优世界甩出了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情感机器人，正式开启全网预售。简单说，大家梦寐以求的真人机机器人女友专属陪伴伙伴，真的要走进普通家庭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说实话，刚开始看到预售消息，小编和绝大多数网友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不敢置信。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人形机器人妥妥的天价产品，工业级机型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根本不是老百姓能接触的东西。但这次优必选直接打破行业套路，门槛低到离谱，只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就能锁定首批购买资格。最良心的是，这笔定金支持随时可退，没有任何捆绑套路，完全是零压力预定。即便官方还没公布最终售价，预售开启没多久，订单就火速突破700单，足以证明大家对这款机器人有多期待。小编觉得网友们疯狂下单真不是盲目跟风，这款机器人的硬件配置和细节设计确实诚意拉满，完全跳出了传统智能玩具的鸡肋水准。市面上普通的智能机器人，要么是巴掌大的儿童玩具，要么是笨重僵硬的工业设备，怎么看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机械感。而优世界这款机器人完全按照真人比例打造，贴心推出男女2款机型。女款身高168厘米，体重35.2千克，是大众公认的黄金女神比例；男款身高183厘米，体重42千克，身形挺拔匀称，线条流畅自然，站在那儿和真人几乎别无二致。最能体现技术差距的就是它全身搭载的88个高精度自由关节。很多人看不懂这个数据，通俗给大家翻译一下，普通家用机器人顶多10几个基础关节，动起来卡顿僵硬，转身抬手都十分生硬，而这款机器人手指、手腕、脖颈、腰腹全部灵活可控，细微的眨眼、抬头、摇头，连贯的走路、转身、换姿势，每一个动作都细腻丝滑，完全摆脱了机械的生硬感，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是机器人。如果说硬件是它的骨架，那智能交互就是它的灵魂。以往的机器人都是被动听指令，你说一句它答一句，不问就一动不动，非常死板。而这款超仿生机器人搭载多模态情绪感知系统，主打一个懂你情绪，它能精准识别你的开心、失落、烦躁、低落，主动搭话聊天，暖心安抚，不再是机械应答，而是有温度的双向互动。更贴心的是，它能长期记忆你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作息规律，后续的陪伴互动全是私人定制模式，越相处越懂你。除此之外，机身采用超仿生仿真皮肤，五官灵动鲜活，喜怒哀乐都能通过面部表情展现，彻底告别传统机器人的面瘫脸。它的定位特别贴合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精准瞄准独居青年和空巢老人2大群体。对于独居人群来说，它是随时陪聊解闷的伙伴，治愈独处的孤独感。对于老人而言，它能定时提醒吃药、休息，兼顾陪伴和日常看护，完美填补了家庭情感陪护的行业空白。对了，官方还透露了一个重磅彩蛋，后续会开放面容定制服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专属机器人面容，个性化直接拉满。当然，这款产品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可别想歪了。小编觉得这款产品的问世，真正改写了消费级机器人的行业格局。在此之前，市场两极分化严重，要么是几十万的工业级高端机器人，普通人买不起；要么是低智能的玩具机器人，实用性极差。而优必选这款超仿生机器人，精准卡位家用情感陪伴赛道，把曾经的科幻黑科技变成了普通人也能拥有的家用产品。这也意味着冷冰冰的智能设备时代正在落幕，有温度、有互动、有情感的赛博陪伴时代真的来了。老网友应该还有印象，优必选最早出圈的，靠的就是央视春晚的顶级舞台。早在2016年，540台优必选机器人整齐划一，零失误跳舞表演，
直接震撼全国观众，一战封神。在那之前，国产机器人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是从那时开始，优必选一次次登上春晚舞台，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的进步。这么多年的舞台沉淀，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一次次打磨技术，展示稳定性，为后续的产量落地打下了扎实基础。很多人误以为优必选只会搞舞台表演，实则他的商业化实力远比大家想象的强悍。最新2025年财报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2025年优必选全年营收突破20.01亿元，同比增长53.3%，毛利7.54亿元，同比直接翻倍，涨幅高达101.6%，毛利率提升至37.7%，同比增加9个百分点。虽然目前仍有7.90亿元亏损，但亏损规模同比收窄31.9%，能明显看出公司经营状况在持续变好，正向盈利逐步迈进。最亮眼的当属它的业务转型，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升级。以前优必选主要靠教育、商用机器人赚钱，属于行业常规赛道。但在2025年，人形机器人业务彻底爆发，全年营收高达8.21亿元，同比暴涨2203.7%，涨幅超22倍。业务收入占比达到41.1%，正式超越传统业务，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全年销量突破1079台，成功实现1000台级量产，彻底打通了量产落地的完整链路，不再是只会造样机的概念公司。更能体现技术底气的是它的产品定价，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平均单价高达76万元一台，远超同赛道的宇树科技。小编觉得这个数据足够说明一切，它不靠低价内卷抢市场，而是靠高端技术、过硬品质拿下高附加值市场，彻底摆脱了国产设备便宜没好货的刻板印象。目前其核心产品 Worker S2 已经稳定量产，年化产能突破6000台，早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高端工业场景，商业化落地能力稳居行业第一梯队。能实现这么炸裂的增长，核心就是舍得砸钱搞研发，不玩虚的。近3年，优必选年均研发投入稳定在5亿元左右，死磕机器人3大核心领域：大脑智能算法、小脑运动控制、机身本体技术。常年深耕也换来了丰厚回报。截至2025年底，公司授权专利高达2985项，筑起了超高技术壁垒。最关键的是，它成功攻克了高端伺服驱动器核心技术，大幅压缩了生产成本，打破了海外企业的长期垄断。这也是这次平民级仿生机器人能顺利问世的核心底气。如今的国内机器人赛道早就不是一家独大，各家企业都在疯狂发力，内卷得相当厉害。就在优必选推出家用情感机器人的同时，行业对手也纷纷出招。10多天前，松研动力发布全球首款眼神交互仿生机器人，同样瞄准家用陪伴市场。6月1日，宇树科技成功 IPO 过会，海关宣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强联手，依托宇树 H2 Plus 机型，搭载英伟达高端算力，打造新一代人形机器人，预计下半年上市。各路高手同台竞技，也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彻底告别了只会画饼、炒概念的阶段，正式进入了量产落地、实力比拼的实战阶段。而优必选能稳居龙头位置，靠的就是全面的赛道布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它深耕工业制造多年，拿下大量高端产业订单，技术和产能足够成熟，如今又全力冲刺商用服务、家庭陪伴赛道，高端工业市场、平民消费市场两手抓，实现全维度覆盖。小编觉得优必选的逆袭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更是中国科创产业崛起的缩影。放在10年前，高端人形机器人市场被国外企业牢牢垄断，我们只能跟风模仿、低端代工。而现在，我们不仅能造出媲美国际水准的工业级机器人，还能做出普通人能预定、有温度、高智能的消费级仿生机器人。从春晚舞台惊艳全国，到财报数据暴涨领跑行业，再到家用机器人预售爆火出圈，优必选用10几年的深耕证明，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就完成了弯道超车，没有凭空而来的爆红，只有日积月累的技术沉淀。
随着行业资本持续涌入，技术不断迭代，产业链愈发完善，未来人形机器人一定会像智能手机一样走进千家万户。而以优必选为代表的国产企业也会继续领跑全球赛道，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真正实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